本来想早点介绍手甲的使用方法，不过一直要到第4章才有像样的头目战可以帮助介绍。手甲的特性攻击速度快，但是范围短。连按方块的普通攻击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按三角形进入驾驶状态。先按三角形，再按方块，可以进入猛虎驾驶并进行连打。按下 L1 加三角形，可以进入猎蛇驾驶。再按一次三角形，可以把敌人打到空中。这是我最常用来对付头目的2个架势，其他架势攻击主要是打小兵用的范围攻击。接下来介绍我常用的武艺，消耗4格斗气的崩山破可以把敌人打到空中。肘锤的特性是攻击快速。虎口是手甲的自动反击技，但是要消耗3格斗气。反击完会得到下次加速进入驾驶的效果。对付头目或武将级的敌人，最重要的是要破除外攻。以下介绍我常用的连段。先用猎蛇驾驶把敌人打到空中，施展过一次驾驶攻击，会让背后出现气的文字，表示下一次可以加速进入驾驶。施展崩山破或是肘锤等快速的武艺，再施展猛虎驾驶的连击。以崩山破的情况，可以一次打掉5格以上的外攻。一般武将都是一次就倒地。手甲的武艺快速，在这连段中可以趁敌人在空中时多施展几次武艺。以吕布头目战来说，吕布共有10格外攻，只要施展2次就能让吕布倒地。接下来开始介绍吕布头目战。吕布开场会先骑着马四处乱跑，等血量下降后才会下马。我方还会带着4个武将随行，但这实际上会干扰头目战。这些随行武将可能会破坏玩家的连段，也可能让吕布瞬间恢复霸体。这时必须踏入水镜八奇的思考领域。开场不要理吕布，直接去打小兵。在这边打不断跑出来的小兵，累积斗气跟无双量表。过一阵子就会看到郭嘉被打死的讯息。这就是黑暗兵法郭嘉线头。接下来就跑到角落等其他3人被打死。通常吕布也会被打到下马，这时才是真正的头目战。手甲的自动反击技要消耗3格斗气，想靠洗牌的方式磨到吕布施展容易应付的招式不太可能，所以还是需要靠反弹破解吕布的攻击。之前体验版影片已经介绍吕布的黄色跟红色攻击，这次会介绍一般攻击。速度快的挥砍攻击，看到往后挥就能按防御来反弹。爆气攻击速度比较快，但射程短。跳到空中的突刺，会先用慢动作挥动，到这定点就可以按防御。最容易让人搞混的慢动作攻击，要到这阶段才能按防御。血量到达一半以下后，会开始出现的3段冲撞，
要连按2次闪避来进行翻滚，才比较好闪开。之前虽然介绍过破除霸体的条件，但吕布每个招式施展过的无霸体时间都不一样。如果不是用反弹，而是闪避的话，可能会来不及施展猎蛇驾驶。可以先用崩山破把吕布打到空中，接下来施展猎蛇驾驶，就能再把吕布打到空中。当使用武艺破解吕布的白色攻击时，在镜头回复前就可以施展猎蛇驾驶，同样来的即把吕布打到空中。如果本身已经有气的效果，就可以省掉猎蛇驾驶，直接从崩山破开始。吕布血量到最低点时会进入觉醒状态，这时必须快速破除吕布所有外攻才能结束。可以先施展2次虎口反击打掉2个外攻，接下来玩家也进入觉醒状态，连发武艺再触发无双技，这样应该就能打掉10个外攻。如果还不行的话，当觉醒状态结束，也可以利用回复的斗气再施展虎口。过程中可以使用道具来快速回复斗气，这样打起来比较有效率。以下是实际的吕布头目战情形。行くぞ！無双の部の神髄、その身に刻んでやる！なんだこれ！くだらん。いつまで逃げ回るつもりだ。これだ。この程度で手を出してくる。やるな。俺の前に立つだけは。これでいい。これだ。これでいく。闇雲にどうした？そんなものは効かんぞ。いいだろ。仕掛けよう。こんなもので終わりではないだろう。次はこちらから行くぞ。せろ。いいや。これだ。仕掛けよう。覚悟しろ。フライ。これだ。仕掛けよう。これでいい。仕掛けよう。これだ。仕掛けよう。せろ。よくよくこれでいい。仕掛けよう。俺が最強たるゆえんよ。これだ。これでいい。覚悟しろ。これでいい。これだ。
れでいく。仕掛けよう。全てだ。危ない。おっ、これだ。これでいく。仕掛けよう。これだ。これでいく。ここまで俺とやり合う。多少はその分を誇るだろう。両方戦の全てを見せて。見えた。仕掛けよう。これで仕掛けよう。決して誰にも最強は俺でなくてはならんのだ。この俺がまさか。これくらいでな俺に膝をつかせるのはやはりお前か。遅くなってすまない。呂布を相手にここまで。さすがだ。